提到击剑手，一股贵族的骄傲气息就会扑鼻而来。可这气质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与后天的千锤百炼密不可分。而冷战时期的西方世界也把帅气的击剑手这个绰号安在了苏2.4轰炸机头上。虽然这与以往给苏制飞机命名的习惯不同，但要是仔细观摩，还真的能从苏2.4轰炸机上看出点剑的味道来，就是它那又细又长的机身。线条如此优美的机型，在苏联时代也确实难得一见。时至今日，70年代研制的苏2.4轰炸机依然活跃在俄罗斯空军部队。今天，铁铁就和你一起聊聊这款征战多年的老爷机。60年代开始，苏联当时面对北约大量蓄势待发的战斗机，压力非常大。苏联前线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攻击机，以此突破对手防线，进行远程打击。当时他们的航空技术远远落后于北约，高空战略是必败无疑的。或许只有低空高速突防可以帮到他们。因此，苏联结合实际，在借鉴美军 F-111战斗轰炸机的设计思路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苏2.4轰炸机成功诞生。1964年，苏霍伊着手设计研制这款战斗机。想研制一款责任如此重大的轰炸机，可马虎不得。经过不断测试改进，苏2.4轰炸机到了1968年8月才定型，但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事要处理。它到1970年1月首飞，直到1974年，苏霍伊确定这款轰炸机可以上战场了，才开始交到苏联空军手上。苏2.4轰炸机总共生产了1400多架，但苏联自己哪里用得了这么多？一部分苏2.4轰炸机出口到传统使用苏制武器的国家。当然，除了直接继承自苏联的原来加盟国外，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苏2.4轰炸机可不能跟自用的一模一样，在性能上还是要缩点水的。目前总共还有400来架苏2.4轰炸机在其他国家里服役，其中乌克兰有120架左右，俄罗斯有180架左右，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加起来也有100来架。苏2.4轰炸机身长22.52米，别看它的翼展全张开时17.64米，全收拢后才10.37米。这身材乍一看还真的就像一把剑一样，加上全金属半硬壳结构，击剑手的绰号还真取对了。采用双发、双座、单垂尾的设计，可变后掠翼的设计，后掠角度可以在16、35、45、69度这4个角度间调节，从而适应不同的突击任务。这样的设计好是好，可飞机的机动能力和起降性能也是必备的。加大机翼面积并减小后掠角是个好办法，但这样飞机的飞行阻力随之增加，飞行速度自然也降低了。高速和机动对于战术飞机而言，可不是2选1就能确定的。如果能2者得兼，那就更好了。如果能让飞机的机翼不用固定起飞、降落或者格斗作战时，展开机翼来增大机翼面积，使得升力更大，仅这样飞机的起降和格斗性能都可以改善。需要高速突防时也很简单，向后收起机翼，使得飞机的后掠角增大。这样的话也就达到要求了。美苏的航空设计师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变速翼。此外，苏2.4轰炸机还使用2台 AL-21F 型涡喷发动机，单台最大推力就已经有12.5吨，它的挂载能力也丝毫不含糊，43.7吨的最大起飞重量本就很了不起了，没想到人家还有8吨最大载弹量。苏2.4轰炸机提升高速性突防和大载弹量这2个特性格外突出，简直就是会飞的炸弹卡车。而且航空电子设备也是非常先进的，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，激光指示瞄准系统和雷达系统并用，无惧恶劣天气条件。机上还有一个名字听着都高级的设备——敌我识别器。2门30毫米机炮也是设计的恰到好处，可以作为苏2.4轰炸机装的辅助武器。机上的8个武器挂架，它可以使用的武器除了导弹、炸弹、火箭弹以及核武器，火力十足，对地攻击轰炸能力和一定的空战格斗能力都是非常强大的。1989年前后，苏2.4轰炸机进行过一次全面技术升级。技术升级后，诞生了苏2.4M。升级版的苏2.4M可以携带俄罗斯研制的全部空对地精确制导武器，可以同时进行对地对海攻击，还可以执行电子干扰、战术侦察、反雷达作战等多种作战任务。另外，为了它的留空时间和航程都有延伸，
苏-4M的空中加油装置加装在前机身右侧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设计有效地提高了航程和作战半径。苏-4轰炸机自1975年服役，至今参加了不少战争，在苏联空军和海军中都有大量装备。由于战斗轰炸任务本身就不是可以出风头的，它的知名度没有米格2-3那么响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阿富汗战争中看到它的出动记录，在车臣战争中也有使用。无奈作为战时轰炸机，这种反游击作战并不是它的强项。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，伊朗飞行员驾驶苏-4MK 全部逃到伊朗，从而躲避多国部队的空袭，现已装备伊朗空军。2008年，俄军进入格鲁吉亚，中间也损失了2架苏-4轰炸机。2015年11月24日，2架土耳其 F-16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附近将一架俄罗斯苏-4M 击落。之后，2名机组人员恰好落在叙利亚境内土耳其旅控制的地域，5G系统官员也被俄罗斯军队救出，飞行员却不幸遇难。他们还损失了1名参与救援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员。从此之后，俄军出动苏-4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时，都加挂空攻导弹，并派出战斗机护航，同时加强了地面防空火力部署。苏-4轰炸机在俄罗斯与欧美的对峙中也频频出镜。早在2000年就有报道，俄罗斯苏-4和苏-7在当时的小鹰号航母周围盘旋了好几圈，还拍到了一些航母甲板的照片。过了40分钟，航母上的第1架飞机才起飞。而在2015年5月下旬，2架俄罗斯苏-4轰炸机低空飞过在黑海上航行的罗斯号航空母舰。2016年4月，几架俄罗斯苏-4轰炸机在波罗的海将一帆美军唐纳德·库克号驱逐舰耍得团团转，距离最近时还不到30米。2018年11月，2架全副武装的俄罗斯苏-4轰炸机在比利时护卫舰高铁上空低空飞过。目前担任俄罗斯空军对地打击任务的主要攻击机的还是苏-4和苏-5这2个角色，他们已经在战场上活跃了太久了，可他们不活跃也不行啊，肩负的责任大着呢。苏-5战斗轰炸机还需不断提升，才能更快速适应现代化作战，然后逐步使用先进的苏-4轰炸机进行替换，但后者数量不足，这也是现在苏-4轰炸机没有大规模退役的主要原因。现阶段共存互补也是经济的考虑。如今服役于俄空天军和海航的苏-4轰炸机年纪也不小了，他们的平均机龄已高达30至32岁，这在战斗型轰炸机中还是很少见的。年纪大了，问题自然也就多了。据报道，苏-4在所有战术飞机中飞行安全记录最差，由于机械和电子系统相当复杂，维护工作量也非常恐怖。俄罗斯必须尽早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。本来想找更先进的轰炸机取代它，可由于苏联解体等原因，研制过程十分漫长，苏-4鸭嘴兽始终无法替代苏-4。为了延长使用寿命，苏-4轰炸机不得不进行现代化升级，避免退役之后产生地面攻击力量的缺失。苏-4的服役寿命近年来通过大修后得到了有效延长，仅在2013年就至少有23架苏-4接受了大修延寿，2014年的数字大致相同，2015年增加到30架左右，2016年大约有16架。延寿前的苏-4M、M2只具有25年的服役寿命，或者2200飞行小时。经过延寿后，它的服役寿命被延长至3000飞行小时，年限更高达33到35年，以先到者为准。2020年之后，俄罗斯不排除对少数低时速飞机进一步延寿的可能性，就是为了把服役寿命进一步延长至40年。服役时间过长，再加上多次延长寿命，让这个苏联时代诞生的壮士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壮硕了。可他还有使命在身，就算到了迟暮之年，也还不能退休，依然被迫干着年轻人该干的事情。而他最终又会被谁取代呢？本期关于苏-4轰炸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